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为什么我们手中的这部手机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而是一种极致的生活美学？为什么一个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驱逐出门的人，最后能以更具威胁性的姿态王者归来？史蒂夫·贾伯斯 Steve Jobs， 他不是一位工程师，却重新定义了科技的样貌。他脾气暴躁，要求偏执，却用极简的设计征服了全球数10亿用户。他的一生充满了看似无法并存的巨大矛盾。他是艺术家，他是暴君，他是传教士，但他最核心的角色是一位洞悉未来的伟大设计师。大家好，我是阿水，今天我们正式翻开传奇书签的第1页。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个频道分享了很多好书，但其实这世界上最耐读的书往往是人。今天我阿水将带你深入这位现代科技教父的传奇书签，我们不只会回顾 iPhone 和 Mac 的诞生，更会拆解它被开除、创建 Next 以及重回 Apple 核心的那段戏剧性篇章。因为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贾伯斯那句永恒的哲学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让我们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你人生的下一个灵感书签。这个画面是史蒂夫·贾伯斯健康时的样子，而这张是他因一场可怕疾病去世前几个月的样子。他从小被领养，没有完成大学学业，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解雇，但他仍然永远改变了科技世界。经历了这么多，他理应有许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他受邀在史丹佛大学向数百名应届毕业生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这场演讲的观看次数超过5000万次，原因是他传达了人生中最有价值的3个教诲，他将其命名为串联点滴、爱与失去以及最令人心碎的死亡。这些教诲可以改变你看待生活的方式，因为它们非常深刻。但在讲述和理解这些教诲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影响他一生的事情，从他被收养到他与癌症的斗争。1955年2月，一个注定要彻底改变科技世界的男孩在加州旧金山出生。今天，许多人将他视为灵感，一个值得追随的偶像，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起步并不轻松。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婴儿出生在一个复杂的家庭时刻，他的父母非常年轻，仍在读大学，没有必要的条件来照顾一个婴儿。这让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他送给人收养，希望他能过上他们无法提供的生活。在为儿子寻找家庭时，他们找到了保罗和克拉拉·贾伯斯，这是一对没有读完大学的劳工夫妇。我强调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细节并没有完全说服史蒂夫的亲生母亲。他希望儿子能被那些完成学业的人收养，相信这样他才能拥有一个成功的未来。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被认为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或者至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很少见到有人在没有大学学位的情况下追求梦想。这在我们今天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在当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男孩。尽管他从出生前开始，人生就被这种观念所限制，但他将会成为一个改变这些观念的人。由于这对夫妇承诺将他送入大学，这个婴儿最终被收养了。现在，他有了新的家庭，并以史蒂夫·保罗·贾伯斯的名字搬到了旧金山南部一个被称为矽谷的地方。这个选择很重要，因为当电脑开始迈出第一步时，矽谷就成了这一变革的中心。从小就被所有这些创新所包围，他的好奇心开始萌芽。在这个地区聚集了大量的科技公司和著名的斯坦福等大学，所有这些机构都致力于创新并寻求如何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因为在那个时候，科技领域的一切都与现在大不相同。在60年代，电脑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完全不同，它们非常庞大且昂贵，只有大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才买得起。它们占据了整个房间，甚至没有萤幕。它们使用打孔卡操作，需要一整个团队的专家才能运行。也就是说，在家里拥有一台电脑是不可想象的，就像在谈论科幻小说一样。
但有趣的事情来了，在贾伯斯家附近有一个男孩已经在尝试制造一台更小、可以带入家庭的个人电脑。记住这一点，因为它非常重要。12岁时，史蒂夫·贾伯斯已经对科技充满了无止境的好奇心。他独自一人摆弄电子元件，沉浸在一个完全吸引他的世界里。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个改变一切的故事。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需要一些元件来制作一个自制的频率计数器。于是他拿起电话，翻开电话簿，打给了比尔·休利特 （Bill Hewlett） 这位当时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共同创办人。你没听错，一个孩子就这样联系了当时最重要的科技界人物之一。长大后，史蒂夫在一次采访中说，那通电话持续了20分钟。休利特对史蒂夫的决心和自信感到惊讶，不仅给了他需要的元件，还为他提供了一个在他公司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 HP 的工作职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扇开启的门通往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就这样，这个孩子加入了公司的青少年俱乐部，在那里，公司的工程师向儿童和青少年教授最新的计算机创新技术。但对史蒂夫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经历，这就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被聪明人环绕和接触最新技术，为他提供了第一手的知识。这次经历特别为他未来惊人的愿景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愿景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清晰。你会看到它会达到一个似乎超前于时代的地步，看到别人甚至无法想象的可能性。这次经历后，史蒂夫完成了基础学业，下一步是遵循父母为他制定的计划，上大学。他开始在里德学院 Reed College 学习，但上学不久后，他发现大学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那些为了升学而必须修的必修课，他觉得很无聊，甚至是浪费时间。因此，仅仅1个学期后，他就决定退学。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ay. 这非常戏剧性，因为我们记得，直到现在，他的人生都受到这个条件的限制。他的亲生父母将他送给人收养，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在没有大学教育的情况下给他一个人生。收养这个婴儿的条件就是让他接受大学教育。他的养父母为他上大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现在却放弃了一切。乍一看，考虑到他的人生经历和贾伯斯的潜力，这似乎是一场悲剧，但实际上，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不过我稍后会告诉你更多。目前，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此外，他不想让为他做出这么多牺牲、投入这么多钱、让他上这所大学的父母失望。由于这个原因，史蒂夫决定留在校园里，但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希望他刚刚做出的决定在某个时候会变得有意义。对于他自己设定的新模式，他只去上他真正感兴趣的课程，而且既然他不想再依赖父母，尤其是现在他甚至没有遵循学习计划，他开始寻找自力更生的方法。这导致他睡在校园里，有时睡在朋友的房间里，还不止一次捡罐头去卖，以换取一些吃饭的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史蒂夫对学习的兴趣其实一直都在。那么，如果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退学呢？好吧，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谁发明了当前的教育系统，以及为什么。教育自人类开始向他人传授知识以来就存在了，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教育系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系列经济、技术和社会转型。随着机器和工厂的兴起，它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产量进行生产，因此需要一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能够操作这些新技术，并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巨型工厂中高效工作。在工业革命期间设计的教育系统受到工厂需求的影响，这些工厂需要一支顺从、纪律严明且高效的劳动力。学校的结构旨在让学生准备好服从命令、遵守固定时间表和尊重权威。在许多情况下，教育基于数据的记忆和程序的重复，本质上就是工厂中执行的重复性、机械性任务。
这种方法带来了重要的进步，例如普及教育和易于复制的标准化模式。但是，尽管社会和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的演变，这种模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模式可能有效，他们接受这个结构并找到适应的方法，这很好。但对于像史蒂夫·贾伯斯这样的人，他们从年轻时就对自己想去的地方有清晰的愿景。对他们来说，教育系统强制性的或填充性的课程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一个僵硬的模具，不适合他们的需求或他们的世界观，这导致了沮丧和停滞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认识到，虽然教育系统可能适合某些人，但它并不是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案。贾伯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做事。If you have a good idea and you go out to start your own company, even if you fail, you're generally considered worth more to the company you left. 当贾伯斯努力寻找一个目的，一条更稳固的道路时，他找到了一个让他感到被理解的空间，一个分享他同样思想和理想的地方——嬉皮运动。London's Hyde Park becomes a hippie festival as some 3,000 so-called flower children gather to preach love, peace, and legalize pot.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运动，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它的内容。嬉皮文化诞生于60年代的美国，特别是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它以对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几个问题的和平回应或抗议形式出现，例如越南战争、日益增长的物质主义、对环境的担忧以及严格的社会规范。所有这些都在寻求传统生活替代方案和社会深层变革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不满。史蒂夫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这个运动中找到了一种探索、扩展和质疑他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在那个世界，理学位有着巨大的分量。对他来说，嬉皮运动代表着一种挑战这些期望和寻求更真实道路的方式。但这个社群不仅于此，史蒂夫最终采用了一些嬉皮式的做法。他使用迷幻物质来扩展思维，并探索果实主义，几乎完全以水果、坚果和种子喂食。在此期间，他经历了素食和纯素食阶段，而他最喜欢的水果，说来也巧，是苹果。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这个选择将启发他公司的名称。与此同时，他继续上大学，但只参加他感兴趣的课程。正是在这里，通过一门课程，他发现了书法。他学到了不同的字体间距的变化，以及如何组合字母来创造出具有视觉独特性的东西。尽管当时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偶然的兴趣，未来不会有太大用处，但这门课将成为他公司成功的关键，影响了其产品的设计和美学。当时看起来只是一个个人兴趣的东西，最终成为一个将改变世界的未来专案的基础。在大学里度过了一段漫无目的的时光后，由于他不能只靠空气为生，这个年轻人彻底放弃了学业，决定找工作。这让他来到一家创新的电玩游戏先驱公司雅达利 Atari。该公司多年后将推出小行星 Asteroids 和吃豆人 Pac-Man 等游戏。然而，由于对史蒂夫的外表和气味的抱怨，我们的年轻贾伯斯最终辞去了这份工作。尽管如此，这里的经历就像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成为了他创建自己专案的动力。我希望你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的邻居，因为现在他在史蒂夫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姓沃兹尼亚克 Wozniak 的男孩比他大一点，已经在做一件当时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一台个人电脑，一台小到可以放进家里的机器。虽然对于整个星球来说，个人电脑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电脑是巨大且非常复杂的东西。一个相对较小的设备是只有在非常先进的技术中才见过的东西，例如 Altair 8800。这台机器渴望成为一台个人电脑，但它没有键盘或显示器，而是使用开关和灯光进行数据输入和输出，这使得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限且不实用。因此，这样一个设备的想法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但也是革命性的。史蒂夫的思维超前于时代，所以当别人看到不可能时，史蒂夫看到了未来。此外，创造一些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东西的想法吸引了史蒂夫的注意。在他的未来愿景中，这个专案有潜力改变他们的生活，也改变科技世界。
但沃兹尼亚克不仅仅是想象，他已经有了这台挑战任何现有科技概念的机器的原型，这让史蒂夫完全惊讶，因为他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似乎比他更了解这个世界的人。由于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一切，史蒂夫和沃兹尼亚克决定联手，开始在贾伯斯家的车库里一起工作，一个巨大的事物开始孕育。沃兹尼亚克贡献了他所有的技术知识和对工程的热情，而贾伯斯则带来了超越技术的愿景，一种可以与人们建立联系的愿景。为了开发这个专案，他们需要资金，所以两人决定出售一些他们最珍贵的财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动一个根据贾伯斯的说法将使他们成为百万富翁的计划。凭借这笔初始资金，他们开发了 Apple One， 它基本上是一个组装好的电路板，没有外壳或显示器，也就是说，一个带有键盘的盒子可以连接到你家里的荧幕。这看起来很简单，但却是革命性的。虽然使用起来可能有点繁琐，但它比当时那些占据整个房间的电脑实用得多。因此 Apple I 是迈向更伟大目标的第一步。在完善设计的同时，贾伯斯决定将这个专案正式化，并以 Apple Computer Inc. 的名称创立了公司。他认为 Apple 是一个简单、有趣且易于记住的名字。对于标志，他们选择了一个被咬过的苹果，以避免与番茄混淆。此外，有了这个名字，公司将在联络人名单中出现得更早。这种简单易懂的方法成为公司身份的关键之一。第一个重大机会来自一家电脑商店 Byte Shop， 史蒂夫在那里展示了他与沃兹尼亚克共同创造的产品，这将是他们的第一笔销售。挑战考验了贾伯斯的销售能力，他以完全的成功克服了它，完成了一笔超出他们当时制造能力的电脑订单。事实上，购买第一批电脑的人回忆起那天，认为这是一项壮举。一个年轻的嬉皮士成功地卖给了他大量甚至还没有上市的机器。然而，史蒂夫意识到他们的市场有限，因此他要求沃兹尼亚克创建一个改进的、更具吸引力的版本。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才能更大规模地生产电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贾伯斯接触了几个人寻求融资，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麦克·马尔库拉 （Mike Markula）。他最终看到了苹果的巨大潜力。由于这笔约25万美元的投资，苹果得以作为一家正式公司起飞，并离开了贾伯斯的车库，正式在一个新兴行业中竞争。在短短几周内，他们开发了 Apple II 这台电脑，标志着他们真正成功的开始。Apple II 成为第一台为大众市场设计的个人电脑。In 1976, when Woz and I designed the Apple II, what we tried to do was use the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available to us at that time to create a product that had a greater value for a computer than had ever before been realized. 与前一个型号不同，它带有一个更优雅的外壳，一个整合式键盘，这次还带有一个萤幕。这是一台设计给任何人都可以在家使用的机器。贾伯斯明白，关键不仅在于技术，商业上的成功在于如何将产品呈现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凭借这款产品，苹果在电脑世界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今天的电脑奠定了基础。多亏了这一切，80年代对于这家在一个简单家庭车库中起步的公司来说，充满了活力。他们的销量一夜之间急剧增加，售出了超过30万台。苹果巩固了其在电脑世界的成功地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苹果电脑开始在学校和家庭中使用，为科技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世界打开了大门。这推动公司上市，扩大了其影响力，并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目前只有他们能够满足这种需求。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史蒂夫·贾伯斯的远见，再加上沃兹尼亚克的技术大脑，使他们成为了百万富翁。在这一点上，苹果开始利用现有的技术进行创新，始终寻求推出更先进的型号。这就是他们如何创造出后来成为未来标志的产品——麦金塔电脑 Macintosh。 Now I'd like to show you Macintosh in person. 这个新产品被认为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然而，尽管苹果在早期型号上取得了成功，但主导新兴个人电脑行业的确是 IBM。
在 Apple One 推出1年后 ，IBM 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电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史蒂夫·贾伯斯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因此，在这个新版本中，他引入了彻底改变用户体验的元素——互动式视窗、图标和一个滑鼠，允许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荧幕上导航，更接近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方式。史蒂夫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展示了麦金塔电脑，将 IBM 定位为一个压迫者，而将麦金塔电脑定位为一个到来解放所有人、摆脱这种控制的反叛者。史蒂夫将这种叙事带入他的电脑广告中。And it does some things no other business computer has ever done before. 震撼了公众，因为贾伯斯将麦金塔电脑展示为一种自由的工具。创新和行销的结合使麦金塔电脑成为一个图标，彻底重新定义了人与科技的关系。然而，对于贾伯斯来说，这还不够。他心里有一个更雄心勃勃的愿景，一种将苹果带到下一个层次，并且取科技行业王冠的方式。现在，我想让你回忆起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史蒂夫·贾伯斯在史丹佛大学的演讲。通过我们所看到关于史蒂夫生活的一切，我们可以理解他在演讲中提到的第一个教诲——串联点滴。他决定离开大学，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相信事情最终会好转。退学后，他开始寻找个人兴趣，最终参加了一门书法课程。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事情会顺利的信任，而事实也证明如此。史蒂夫解释说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串联点滴意味着很多时候你无法理解你当前所做决定的价值，直到你回顾过去。如果他从未离开大学，他就不会参加那门书法课，因此电脑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字体，或者至少会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当下，我们不一定能看到一个决定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基于我们的兴趣和我们认为对我们最好的决策，最终会将我们带到一个有意义的地方。通过努力和一些运气，曾经看起来不相关或没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会变成关键。正是在这个时候，史蒂夫认识了百事可乐的执行长约翰·史考利 （John Scully）。史蒂夫正在寻找一个精通管理和行销的人，一个能够推动苹果走向新高度的人。在那个时代，公司之间的激进行销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策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广告，他们让一群人品尝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这是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两个饮料品牌，没有告诉他们哪个是哪个。结果他们选择了百事可乐作为最爱，那种直接且大胆的广告标志住大品牌之间竞争的关键区别。史蒂夫知道他需要一个具有同样胆识和远见的人，才能将苹果带到下一个层次。因此，为了吸引史考利，史蒂夫使用了一句后来成为传奇的话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and change the world? Or do you want to sell sugar water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凭借这个简单但有力的问题，他成功地带走了当时最优秀的行销执行长，一个凭借他的经验将帮助苹果达到新高度的人。然而，在这一点上，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如此多的变化，沃兹尼亚克和贾伯斯开始遇到困难，他们的创意、专业和个人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沃兹尼亚克决定辞职。尽管这对史蒂夫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打击，但他继续推进苹果的发展。事情越来越好，但他太专注于与 IBM 的斗争，以至于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新的威胁。比尔·盖茨，一个与他同龄的计算机年轻天才，创立了一家名为微软 Microsoft 的小公司。最讽刺的是，这个年轻的企业家和他的团队甚至帮助苹果开发了他们的电脑操作系统，但史蒂夫没有注意到，盖茨开始为他自己的专案汲取一些想法。这催生了 Windows， 一个与麦金塔电脑的操作系统非常相似的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使他付出迄今为止所建立的一切。多亏了从苹果那里借鉴来的想法，微软迅速扩张，标志住苹果衰落的开始。麦金塔电脑的销量开始下降，公众开始倾向于比尔·盖茨提供的更实惠的选择。尽管苹果决定起诉微软，但伤害已经造成，盖茨在市场上取得的优势使苹果陷入困境。
由于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和史蒂夫对专案的疏忽，他开始与约翰·史考利，就是他自己带入公司的那位执行长，产生持续的摩擦。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董事会决定逐步将贾伯斯从新电脑的创建中排除，理由是他的错误决定使公司陷入了困境。最终，这一系列冲突以史蒂夫·贾伯斯被他自己创立的公司解雇而告终。虽然他拥有苹果的大部分股份，但史蒂夫决定一点一点地出售它们，直到只剩下极小的百分比。他这样做的唯一兴趣是继续收到公司的年度报告，并随时了解其演变。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史蒂夫·贾伯斯面临着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他再次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手的位置，被迫从头开始任何专案，甚至找工作，这是他在开始任何事情之前都不想做的。他决定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劳伦·鲍威尔 （Lauren Powell） 结婚，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家庭中，在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的不确定性之间寻求平衡。在这段暂停之后，因为他真的很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史蒂夫决定从头开始，并非那么糟糕。Next is a $6,500 workstation aimed at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nd teachers. 他创立了一家新公司 Next Computer， 专注于利用迄今为止出售的一切，创造高性能的电脑，但这些电脑是针对教育和企业部门的。凭借这个新的愿景，他开发了强大、优雅且带有创新操作系统的机器，这再次是前所未见的东西。1年后，史蒂夫收购了皮克斯 Pixar 一家小型特效公司，他们一起完成了一项革命性的成就。他们创造了第一部完全由电脑动画制作的长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这个成功标志著电影业和贾伯斯人生的新篇章，他继续证明他的创新能力没有极限。当雅达利在新专案上做得不错时，苹果却陷入了衰退。这家曾经引领技术创新的公司开始急剧下滑，濒临破产。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史蒂夫离开后缺乏创新，他们没有新产品可以推出，与微软的竞争变得难以承受。微软的实惠产品开始占据市场，而他们的作业系统迅速发展，使 iOS 越来越过时。为了拯救公司，苹果尝试了不同的策略，包括与 IBM 和摩托罗拉合作，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别无选择，苹果求助于策略性收购以维持运营，其中之一就是 Next Computer， 这将史蒂夫带回了公司。这次回归标志住苹果历史的一个转捩点，贾伯斯以执行长的身份回归，带住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雄心勃勃的愿景。他开始从基础上重建公司，关闭盈利能力低的专案，并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创造能够在市场上有所作为的创新产品。史蒂夫重返苹果是一个重大事件，他带着比以往更强大的力量归来。他甚至宣布与比尔·盖茨和微软合作，那个多年前抄袭他的人，一切都是为了拯救他的公司。这一举动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但这是必要的。事实证明，比尔·盖茨向苹果投资了约 1.5 亿美元，作为一项聪明策略的一部分。通过此举，他帮助苹果摆脱了财务困境，但也使微软受益，因为它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与 Mac 相容。盖茨确保了它在市场上的存在，同时避免了与史蒂夫·贾伯斯可能发生的法律冲突。从这个出乎意料的联盟中，诞生了一个关键产品 Mac 版的 Microsoft Office， 这进一步巩固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促进了史蒂夫公司的复兴。这就是史蒂夫演讲中第二个教会爱与失去发挥作用的地方。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被解雇并失去了自己的公司，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放弃、退缩或被环境击败，而是继续前进。然而，这种继续前进的动力并非来自对成功的过度野心或经济需求。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史蒂夫说，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他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此外，他提醒我们，工作将占据你生活的一大部分，所以真正满意的方法是做你认为是优秀的工作，而做出优秀工作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所热爱的事情，别担心，你总是可以给你所做的事情一个新的、更好的意义。
如果你就是找不到，你总是可以尝试新的事物，即使只是小小的步骤，只要活着就有可能性。回到苹果之后，贾伯斯开始对公司实施大规模的变革，重点是创建一家更高效、更专注于关键产品的公司，那些真正在市场上有所作为的产品。在他重返科技世界后，史蒂夫推出了 iMac， 这是一台桌上型电脑，其特点是将所有元件整合到显示器内部，并准备好连接到互联网。是的，由于当时是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正在改变世界的互动方式，让人们能够及时存取海量资讯并相互交流。iMac 促进了这种连接，将人类联合在一个全球网络中。多亏了这一点，苹果再次成为销售热潮，标志住一系列改变历史进程的创新的开始。在它回归之后，苹果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产品，每一个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公司得以主导科技行业的很大一部分。在这些产品中，诞生了 iPod， 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在 CD 和低容量 MP3 播放器是常态的时代， iPod 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紧凑、易于使用的设备，能够储存多达1000首歌曲。此外，它与 iTunes 完美整合，这是一家数位音乐商店，使歌曲的购买和组织变得容易。史蒂夫不仅改变了技术，也改变了世界听音乐和消费音乐的方式，彻底改变了音乐产业。为了让你了解情况，仅在1年内，苹果就在 iTunes 上销售了5000万首歌曲。然而，在一阵顺利之后，2004年6月，贾伯斯宣布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医生诊断他患有胰腺癌，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尽管如此，史蒂夫仍然每天以同样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做他热爱的事情，仿佛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治疗，史蒂夫·贾伯斯最终接受了手术，并令人惊讶地康复了，或者至少那是他当时所相信的。1年后，命运似乎给了他一个独特的机会，斯坦福大学邀请他向当年毕业的年轻人发表演讲，这对他来说是最接近毕业典礼的事情。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那天在众人面前，史蒂夫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对生活和迄今为止成功之路所学到的3个重要观点的演讲。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其中2个点，串联点滴和爱与失去，但我们还缺少第3个点，死亡。贾伯斯在斯坦福的这次演讲中讲述了它，但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更多。那一年的7月，史蒂夫向世界奉献了他最后的创新呼吸 iPhone。这个设备在推出的头几年就卖出了约7500万台。这款手机革命了市场，首次将触控荧幕、音乐播放器、网页浏览器和电话整合在一个设备中。其优雅和简约的设计使其成为地位的相纸，提供了一种更直观的体验，通过滑动、点击和缩放等简单手势。此外，它配备了 iOS， 这是一个封闭的操作系统，并且在相机质量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因此，由于这些以及更多原因，这项发明及其呈现方式成为了世界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它为未来将生产的数百万部手机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都基于 iPhone。但不幸的是，在史蒂夫生命的这一点上，癌症再次回到他的身体。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他变得瘦弱和憔悴，他的说话语气变得更低沉和虚弱。I'd like to take a moment and thank everybody in the Apple community. 但他从未失去他那标志性的幽默和善良。在他最近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他的皮肤状况不佳，脸色憔悴。尽管他还不到60岁，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现在是时候谈谈史蒂夫在演讲那天留给世界的第3个教诲了：死亡。在斯坦福的演讲中，史蒂夫以下意识开启了这正最后一点。当我17岁时，我写下了一句话：如果你把生命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总有一天你会是对的。不幸的是，对于史蒂夫来说，在2011年10月5日 of a man who literally changed the way we live our lives every day. Steve Jobs, the visionary founder and leader of Apple Computer, has died at the age of 56. 他说对了。
他去世的消息引起了商界领袖、同事和用户的悼念浪潮，承认他作为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梦想家之一的遗产。但在他离开之前，他在演讲的最后一点留下了这第3个教诲。贾伯斯说，从33年前开始，他每天都会照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的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还会想做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吗？而每当答案连续多天是否定的时候，贾伯斯就知道他需要改变一些事情。他也分享了癌症诊断和意识到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成为他做出重要决策的最有力工具之一。死亡总是存在的想法，使得外部期望、骄傲以及对失败或嘲笑的恐惧都失去了重要性。他承认没有人想死，即使是那些相信天堂的人也不想死来到达那里。然而，死亡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根据贾伯斯的说法，这就是他应该有的样子，因为死亡可能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如果你问苹果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它是世界上最负盛名和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价值数10亿美元。在新任执行长提姆·库克 （Tim Cook） 的领导下，以及贾伯斯富有创意的远见仍然存在，苹果继续成长并推出创新产品，例如 Apple Watch 等。史蒂夫的影响力继续存在于每一件产品和公司的文化中，证明他的遗产继续塑造着科技和整个世界的未来。I'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